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身体里住着一支微型医疗队，他们不穿白袍，也不会迟到，他们的大小比一粒灰尘还小，却能在你血液里自由穿行，找到问题，修好损坏的细胞，清理堵塞的血管，甚至在癌细胞刚刚露头时就把它摘掉。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，这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纳米机器人。纳米这个词的意思是10亿分之1米，换句话说，一根头发的直径大约等于8万到10万个纳米。而纳米机器人就是在这么微小的尺度上打造的机器，它们的零件可以是分子、金属，甚至是 DNA 片段。别小看这些分子级别的小家伙，它们的设计精妙的就像是大自然造的昆虫一样，有的像螺旋桨一样旋转推进，有的靠化学反应释放能量，有的甚至能自己识别目标细胞。想象一下，它们可以像一队特种兵，穿过血管，钻进组织，找到藏在角落里的病变细胞，然后精准地把药物释放到那个点上，不多不少，像打靶一样一击命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可能不再需要全身化疗，不再要忍受大剂量药物带来的副作用。不只是治病，纳米机器人还可能帮人延长寿命。科学家曾想象过这样的画面：未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让一批纳米机器人进入身体，巡逻检查，修复受损的细胞，清除累积的废物，甚至在细胞衰老前替换掉它们的部分结构。理论上，这或许能让我们的身体常年保养，像机械一样维持最佳状态。但故事到这里开始有一点不那么轻松了。在科技圈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假设，叫灰谷末日 Grey Goo。 它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造的纳米机器人能自我复制，而我们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，那么它们可能会像失控的生物一样，无限制的繁殖，分解任何物质，直到把地球上的一切都变成一堆灰色的微小颗粒。听起来像科幻恐怖片，但这个假设提醒我们，任何足够强大的技术都可能有失控的一面。而且纳米机器人还有其他风险，比如它们可能被骇客入侵，变成针对特定人群的生物武器，或者因为设计缺陷误伤健康细胞。当你身体里的医生突然变成敌人，那会是什么感觉？所以问题来了，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技术？是抱着全力推进的热情，还是带着谨慎的距离？有人说，技术本身没有好坏，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。但也有人提醒，历史上很多次，人类是在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果之前，就按下了启动键。如果有一天，医生告诉你，只需要注射一批纳米机器人，你的慢性病就能痊愈，甚至能延缓衰老，你会答应吗？还是你会担心，这些微小的东西一旦进入你的身体，就再也不是你能完全掌控的？科技是一把双刃剑，纳米机器人可能是未来医学最璀璨的宝剑，也可能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那根隐形毒针。也许最终的问题不是他们能做什么，而是我们准备好面对他们的那一天了吗？因为当医生变成微尘，当治疗像呼吸一样自然，我们不仅要问谁在掌舵这场革命，还要问我们是否知道这艘船要开往哪里。